蹭掉 J， 我们这个 J 非常不错，我们有 double gut shot。重点是这是一个高牌，对方如果是5-1对8-1对，基本上这个地方会比较不好去处理，所以我们继续持续下注个底117000，就对方跟注之后 river 掉8，那这个第8非常不好，因为很难去再做第3次的炸胡了，所以这里炸胡就要做一个非常极化，就是满怕 all 怕 all in 去打一个，就是它的 A 的角不够大，然后去看我们是不是 AKA 圈了盖掉它的 A， 但很多人不见得会在这个位置盖掉 A， 所以。2023年备受瞩目的 APT 越南河内站，上集还没看过的记得看这边。分享了前4天遇到连续倒闭，还是笑笑面对日常生活。这趟有特别带摄影师全程跟拍，记录的不止手牌，还深入平时看不到的私下日常。究竟后面的日子能否打回水上，两人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我们继续看下去。Hello 好，我是 David， 我现在去越南河粉吃一家网红推荐，等一下我们要去打 Mission Bounty 的豪客赛单日，今天应该是我们来的第5天，也是12月5号，每天都输，每天都水下，没有拿到前圈过。那比赛其实很容易这样子啊，我遇过这个比这个在惨将近有3个礼拜或1个月都没拿过前圈的，我都遇过，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很日常的状况。吃饱，然后我们就要去打 Mission Bounty， 希望我们可以进到后面可以抽奖，抽到大奖，看了一次把前面输的抽回来。它的肉感觉是不一样的肉片，比较大片，看起来也不错。你等一下打那个神秘奖金，比较需要拼筹码跟 gamble 去撞一下冲撞。它起始码是10万起始码，30分钟升盲，解买之后变25分钟，然后单日赛它的买入是5000万越南盾，相当于大概是2000多左右美金。好，我们等一下打这场比赛，我们先吃饱就出发喽。我们这几天每天都能打海螺了，因为我们主赛在 online 的 day 1已经进到 day 3，day 3的 main event 会在好像8号才开始打，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路每天都打所有的赛 event 的海螺了。第一家玩家开注加1跟注，然后我大盲看到拿了圈圈，然后我选择做一个3B 挤压，反正第一家玩家盖牌。然后呢，第二家玩家跟注之后呢，后手只剩一些。好，这 flop 开一个10 highball， 我打算 cherries 它的剩下一点点的筹码，大概 SPR 大概快不到1左右结果他3张赢，他也过牌，turn 来一张 K， 我过牌他过牌 ，river 我们就做一个 all in， 然后他想一想盖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收下一个底池。那紧接着呢，button 玩家 open， 我在小盲拿到99，我做一个3B 挤压，然后他盖牌。接着呢，我们又马上拿到手牌，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开局来讲，牌运非常不错拿到非常多好牌。然后接着我在 CO 位拿到 K1 队开注2600，巴特玩家选择3B 1万，结果小盲玩家 Coco， 然后呢盖到我这边呢基本上想一想，我们当然非常简单做一个4B 到3万3，结果巴特玩家做一个5B 到8万5，小盲盖牌。好，那我想一下，基本上他也不会盖牌了，我就选择 all in 剩下的筹码。好，他跟注，我是 KK， 他是圈圈，所以我们非常顺利的马上翻到了大概24万、25万左右的筹码。接着呢，盲注来到这个一样没有变，一样是600、1200。我在 C 位拿 AK 开注2600，然后巴特玩家呢跟注，我们单挑，发不开一个 A high ball， 我 C 倍一个底池3500。他跟注，但这个报面呢，我是一个有花座有顺座，所以我打注码大一些，然后特来一张25关紧要2单元，非常非常好手牌然后我在底池下注一个满帕2级化1万5，然后对方想一下马上跟注，好 river 来一个10，然后这张10呢也是无关紧要的一个牌，因为他也没有掉正门花。那我在想这玩家我之前有玩过，他是一个越南玩家，基本上呢他有时候会偷鸡。
虚张声势很多的牌，所以我觉得他在 turn 上秒扣牌就是代表他2件事情，他可能买花的机会会非常大，或者是当然他有一些 A， 那10的话呢，我不觉得会秒扣这个 turn 的这个满趴，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我过牌可以让他 induce 他一些买花的炸胡。那当然，如果我们过牌有可能会 miss 掉他的一些 add value， 不过我印象中他是有些会 overhand 跟 overbluff， 所以我决定过牌，然后他绿分马上过牌，就非常可惜，这把没有赢到他的一些其他更多的筹码。好，紧接着牌运还是非常非常好啊，就玩一玩盖一盖又有手牌，我再加一看注一个 AJ 不同色2600，楼卷玩家、大盲玩家、3人底池都跟注，发不开一个 KJ 小。那这个地方呢有2张爱心，我们有1张 A 爱心，非常不错，所以我决定把我们的 second pair 的一对顶角放在一个3人底池的 control pot。我们跟大盲跟我都过牌之后呢 ，low 卷这边下注一个非常重注4700，大盲盖牌，然后我这边选择跟注单挑，turn 来一个非常好的牌就是 J， 然后但是正门花已经出来了，不过呢我们还有一张 blocker 的一张 NAS 的 A 花，以及我们有3条。我继续过牌，让对方去动作，对方下注一个底池13000，那我看了一下后手，他大概还有剩下一个快要5万左右，我选择继续跟注。好 ，River 来一张 K， 那这张 K 当然有好有坏，如果对方turn上中的话，我们当然就赢了嘛。然后在很少对方会有 K 在turn上掉的话，会继续去持续下注，所以这张 K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玩家又是遇到那个越南玩家，他有时候也是会做一些炸胡。所以我要么 river 自己打，要么就过牌让他去炸。当然他turn上呢可能会中了一些花，或者他是纯粹的一些 bluff。那这边我觉得要留给他点空间让他去 bluff。当然花他可能不会打了，所以我会 miss 掉这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花的价值。但是相对的也可以赢到一些他更多一些 bluff 要一些执行的手牌。然后我过牌，然后他也过牌，我秀了我的 AJ， 我就赢下了这底池。是第6级别下注，然后现在是第8级别。那这2个级别人说还很顺，就是牌一直来。然后我们就从10万到大概现在快30万左右，我们就在这个级别就很顺。希望可以累积多点码量，这样到后面才有机会打到后面进前圈之前才能办法抽奖。紧接着来到8 level， 然后在这边呢，基本上就是遇到一个8的玩家4000。然后我在大盲这边拿一对8去跟注，然后这把牌发不开一个5 high ball 很小，跳出来做一个 C 倍，然后他跟注，然后 turn 呢掉一张7，我继续下一个大注码，然后他继续跟注，然后 river 我做一个极小的注码，就是一个 blocking bay 超小的注码，然后他选择跟注，那我们就收下这个底池。后来在这个阶段啊就没有太多的手牌了，我们就一路玩到了解买11级别，解买之后呢，我们就大概剩下还有不错的筹码，大概落在还有28万到30万之间这样来回。解买之后的11级别后就盲注来到25分钟，因为它是一个单日豪客赛，所以结构都会速度比较快。然后12级别开始2000、5000，我这边开始就遇到了很多状况，我们非常多手牌很不错，但是一直收不下底池。像是我们拿了 K10梅花，我们开注遇到别人3B，我们抵抗进去开个 A high ball， 我盖牌。紧接着来到13级别3000、6000，我拿到 QJ 爱心开注，对方3B， 我跟注。然后再来我们拿了 A5 同色，然后大小盲跟注3人底池，然后进去呢都没有中，也不适合去做一些 C 倍，然后也掉了这样的一个小帕。我现在剩下114人，这场的神秘奖金啊会是78个人可以开奖，我们筹码下大概均码左右，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达到一个30、50万，才有机会可以等下后面开宝箱，所以我们先打进78人，看我们就会开宝箱。好，接着来到这个手牌3000、6000盲注，我在 EP 拿到 QZ 爱心，我开注12000，然后low 玩家呢3B 到3万，该到我选择跟注，我们做个单挑，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抵抗3B 帕的一个手牌，发不开一个877 2张爱心，那这边我们非常轻松可以去跟注嘛，那结果我过牌之后，对方也过牌，我们可以看免费的牌，turn 来一张非常不好的牌就是8，因为8基本上会让我们的花不会再更好的叠牌下去增长，但是呢也还好，原因是因为887对方也不会有8跟7，所以反正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一牌，他比较不会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花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team牌，是有机会中花，可以去赢到他蛮不错的一些底池。结果我过牌之后呢，对方在这边下注一个3万，那当然这边对我们来讲，我们中花或是 Q 跟 J
都有可能会超车，还是必须轻松的去跟住。我跟住之后呢 ，River 来了 J。好，很好，我们这个 J 可以赢他，超车他非常多的一些 A high， 因为对方在这个3张不打，基本上我觉得倾向是比较多的 A 叉的一些大的手牌空气。好，我过牌之后就他马上过牌，那基本上这个节奏就应该赢好了。好，我秀我的 QJ。就他说 AJ， 哇，他也太好卡了，就是 River 不去做我们任何的 value， 不然这把牌其实我们会输更多。对，像我们这个牌一样，又没有收下来这个底池，所以因此我们马上就是这样子，这么多3B 趴，这么多手牌没有收下来，就开始掉到落在20万以内的筹码。好，紧接着来到后面就是盲注级别上去了，然后到了4000、8000，那这应该是14级别多。然后这手牌的加一玩家 open。然后我在这边拿到 low jet AJ shooty， 非常轻松啊，我们就15个大盲，然后我们就做一个 all in 之后呢，对方还想了一阵子跟住，我们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翻倍，让我们10几个大盲往后走，然后去开这个神秘宝箱。Oh no！翻倍失败，倒闭，今天打1发倒闭，然后没办法抽奖，因为专马没翻倍。来去吃饭喽，明天再去打别场开会，再接再厉。又是吃饭的一天，每天都可以吃好吃的。好像蛮辛苦的。对，不要太晚出局，要么早点出局，要么超晚出局。所以我们一直在找 Google 评价好。今天吃东西也不错。我们来吃火锅，查到了一家感觉很好的鸡汤，它是一个乌骨鸡，那点2种和牛，也没有很贵啊，大概一盘都800、900台币，还可以，很大一锅。今天的第2餐，浓郁的汤，一点点油，但是还可以接受，配上那个肉，它的酱有一点那种腥味粉，我觉得蛮好吃。所以他如果买最后一张花，那如果他判断这整的牌，就是他一定要买到花才赢，代表他剩9张奥，因为扑克牌13张，所以已经有4张的同样花色在外头，所以剩9张嘛，9奥对不对？那扑克有个很简单的一个计算方法，叫做4-2法则。所以呢，只要他在 flop 上买9奥，那你就用9乘以4，那他就只剩36%的胜算。那如果他只买 River 的那1奥呢，就是乘以2，就4-2法则。永远在 flop 上乘以4，然后在 turn 上乘以2，它可以发出来赢的几率的 out。我们刚刚吃那些所有东西，包含点了2份和牛，总 total 是30万粤币左右，大概台币乘以1.3嘛，大家自己算一下，数学很烂。在河内打牌有一个好处就是吃东西很便宜以外啊，最后我们结束，通常我好像每天都有按到摩。真的价格比台湾便宜很多很多。台湾通常按1个小时，你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按摩店啊，1个小时大概都要1200最基本开销。那这边的话都是90分钟，大概才只需要台币650左右吧，大概都是1/3价哦，大概就有了。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已经吃饱了没事做，所以又要去按摩。我已经连续按了3天摩，一家4.5颗星的按摩店，刚好开到11点，现在9点40。那我们去按摩啦，古色古香，看起来还不错。这种地方按摩都不需要看价格，因为感觉也不会多贵。60分钟250粤币，这个洗发不能说很便宜，就差不多跟台湾差不多钱。只是台湾的洗发就是只会洗头发嘛，这里还会帮你洗脸，你看还有敷面膜，还有蒸汽。加上按摩，所以确实它的项目来讲是比较多的。还有全身按摩350，60分钟。我都是去单个零啊，大家听我。租地的话是250，25万粤币啊，大概等于250乘以1.3。还不错，早点出局的好处，可以做很多事情。享受，假借扑克之情，真旅游，真按摩，真享受。
来要拔罐，本来说好，结果那个人拿出了一个罐子，忽然点起火来，吓死人！今天第6天 APT 第6天，12月6号，我们今天要去打的是一场一样是单日的豪客赛，大概是1000块美金，是1亿2000万越南盾。好，那反正我们就今天希望可以进到前圈，我们还没有进前圈，因为 APT 非常多单日豪客赛，对，我们就每天去打，就不断一直打啦。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好消息，我们现场见。好，现在是这个5000美的 High Roll 的中场休息。然后它抽奖70码一样是10万，然后等一下接买之后会变成25分钟升盲，因为它是单日赛，所以会非常快。我们到现在目前总共打了2发，第一发就是这个大小盲一个撞牌，第二发还行，第二发现在打到快要70码2倍。那等一下我们希望可以打久一点，不要这么早去吃饭，因为出局就要去吃饭了，又没游戏可以玩了。对，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的节奏就是每天单日豪客赛，直到打到8号会打到 Day 3的 Main Event。看到我在Button拿到 Q10不同色，开注8000，大盲跟注我们单挑 ，Flop 开一个 A High Ball。那这个 Ball 面呢，我们有后门顺啊，然后非常适合去 C 杯，对方基本上很难会中牌。我们 C 杯一个1/4，对方跟注 turn 掉 J， 我们这个 J 非常不错，我们有 Double Gut Shot。那重点是这是一个高牌，对方如果是5-1对8-1对，基本上这个地方会比较不好去处理，所以我们继续持续下注，下注个底是17000，就对方跟注之后 river 掉8，那这个底牌8非常不好，因为很难去再做第3次的炸胡了，所以这里炸胡就要做一个非常极化，就是满怕凹怕 all in 去打一个，就是他的 A 的角不够大，然后去看我们是不是 AKA 圈了盖掉他的 A， 但很多人不见得会在这个位置盖掉 A， 所以我决定这边放弃，而且这是比较快的比赛，很多人有中文牌，基本上就是会倾向口多一点。然后我们放弃，他秀了 KJ， 我们需要这手牌。好，接着基本上就是比赛因为是非常快速嘛，我们11级别之后呢解买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大概落在这20个大盲左右，盲注会25分钟升也非常快，然后紧接着我们一直没有牌，然后盲注也掉下去，然后来到这手牌，我们拿到 Ace Queen， 哦，剩下大概落在15个大盲左右。好，接着前往加一个 all in 一个大概9 BB 多，我们轻松在 reshuffle 来看这把跑马的过程。哦，对，哦耶，back door。好，让我们马量上升到了20多个大盲，然后紧接着我们从12级别一路玩到了14级别，完全没有牌，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盲注被洗到大概剩下15个大盲左右。然后来到这手牌，我在大盲拿到 J3 同色，第一家玩家开注盖到我，所以我补1 BB 补进去之后呢 ，flop 开一个 J56。很不错，我们这种顶队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check raise all in 去跟对方打光。我过牌之后就对方也过牌，好 turn 来一张8。好，那对方这玩家很明显我觉得他是比较偶尔出现的玩家，不是每次都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大致上他的牌位会比较诚实一点，所以基本上他这 flop 很快 check， 我觉得很多只有普通牌力或者是怕被盖帽的 J 一下对子。所以在 turn 上呢，我下注的底是非常重注啊，将近下注到70%左右，达3万。好，对方想一下，马上跟注。然后 river 来一张5，这张5基本上非常舒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牌这个地方呢在 turn 上对方有一些买花买一些牌都有很多组合，但我觉得更多的牌它是有一些可能比 J 害怕的一些对子，或是中一些普通牌，所以 river 我决定就是直接做一个底池大概70%左右的 all in， 就是剩下的筹码 all in 之后他秒跟就不太好了，然后他秀一个 A5， 所以 river 他中了一个3条，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到这边就出局了。那个对方刚好 river 中了3条，然后我们就出局啦。哎呀，再去吃饭啦，今天时间还行啊，7点钟。我们先等一下微微，等完微微吃饭。再接再厉，下场再来。今天没有玩太多手牌，几手有翻起来啊，后面就是这节奏非常快嘛，所以基本上选的牌有限，太多死牌。关键的几把牌上去之后，有一手牌最后也没有被发出来就 GG， 不然还蛮有机会。如果
这码收下来，剩下在一半的人就钱圈，40人17个钱圈其实不难的，因为后面你只要顺着几把就能结束。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现在要吃这一家，4.9颗星，1960多人的评价，看一下好不好吃。非常好喝哎，真的很好喝。他讲什么 ？Hello， 我们来到了韩国烧肉店，这里好棒哦！这里又有人可以代烤。我们现在订的这个是一个人35.9万的方案，它好像有3个，你也可以选单点，它单点感觉种类很少，感觉来这里的人都是吃到饱，所以我们也点了吃到饱，因为它一来就来了至少6、7种以上的肉，看起来还不错。除了它不可以让我们喝外面的饮料，因为它这饮料是额外算钱，其他都还不错。它外带外面饮料要10万，比我饮料还贵2倍钱。超贵。对，但它对面那家饮料店超好喝。So good. So good.